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不是拜拜拜，而是改改改啊。主题是浅显易懂，但是3岁小孩听得懂，80老翁做不到。佛教徒有3种，第一种是信佛的人，第二种是拜佛的人，第3种是学佛的人。那哪一种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呢？学佛者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信佛者啊，尽管相信佛的伟大，也相信佛的教理啊，但是如果只是了解佛学，而不是在学佛的精神，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教徒啊。信佛是相信佛菩萨的智慧啊，更是深信因果啊。那烧香呢，不是为佛菩萨烧香哦，佛菩萨其实也不缺你那炷香了哦，更不会因为有没有烧香呢而对待众生呢有所区别，不会这样子。那拜佛呢，不是弯下身体而已哦，而是放下傲慢呐啊，更不是边拜边求啊。学佛的过程不能只是在信佛跟拜佛而已啊，也不能只是在研究佛理的理论，更重要是透过实践佛法跟实践体验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观念跟心灵成长啊。学佛是接受佛陀的教育，跟宗教是不相干的。释迦牟尼佛不是神仙，不是神也不是仙，他是人啊。印度人呢称佛陀啊，那我们称作圣人啊。那佛跟圣啊，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圣人是明明白白的人，我们凡夫呢是糊里糊涂的人啊。那佛的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是觉悟，那觉悟就是明明白白了，那不觉悟呢就是糊里糊涂啊。现在我们后世人呢很糟糕啊，把佛陀教育啊当作宗教的看待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啊。2个月前呢，也就是7、8月之间呢，正言上人呢出外行脚呢，将近1个月啊。那中间有一天呢，上人对众开示就说到了，学佛不是拜拜拜，而是改改改啊。短短一句话呢，发人深省啊。那这个改呢，不是改别人哦，是改自己哦。佛门里面的拜佛或者拜菩萨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华人在拜祖先的意思是一样的，是慎终追远纪念的意思啊。那这个跟宗教信仰或者民间信仰的拜神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哦。我们纪念佛陀就是在纪念我们的导师，而过去那些菩萨们就好像是我们的学长一样哦。这些学长呢，个个都很有成就像孔子3000弟子中有72位杰出的人才这些都是贤人都是先贤那佛法上就叫这些人为菩萨。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呢认为佛教是宗教甚至认为佛教是迷信的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一些人自己在学佛了，却还在算命挑日子啦、选时辰啦、烧金纸啦、指脚啦、拔杯啦，或者跟鬼神的扯不清等等，所以造成人家以为这个就是佛教并认为佛教就是一种宗教。其实佛教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把佛教当作宗教呢，那这个宗教的宗就是指人生的宗旨那教呢就指生活的教育这个才是宗教这2个字正确的解释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教育它不是迷信这样的道理我们要清楚那既然不是迷信呢，那就要正信嘛正信也不能只是靠嘴巴讲而是要用行动去破迷，用行动把佛法平反过来，把佛教回归到教育，也就是呢，深信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位思想家，是一位哲学家，是一位教育家这个道理我们要理清楚，要搞明白
那这也是为什么证严上人呢强调慈济人不是佛理的理论家，而是佛法的实践者。那学佛也不强调研究佛理，而是强调实践佛法啊，这个就是正信。那既然是正信，就要透过正信佛法的教育呢，来充实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啊，改变自己啊，进而让我们呢脱胎换骨，目标是走向超凡入圣嘛。所以学佛的过程是强调心地功夫的养成，而不仅仅是外在仪式上的拜拜而已不能模糊焦点形式上的拜拜不重要，重要是实质上思想的匡正跟习气的改变你观念不改，习气不改，再怎么会拜，命运也是改不了啦拜拜不能说是不好更不能说是不对然而千拜万拜不如向父母说一声爱这句话是近似语这也是一个正念那我们纪念释迦牟尼佛，就是要把佛陀的这个佛法呢回归到教育那想要达到人生的宗旨跟落实生活的教育呢，这个都是要经过不断的学习，而且呢学习过后还要把正信的这个道理呢透过实践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叫做学以致用嘛，也叫做知行合一佛法上叫做解行并重那听我们这个线上的直播也是一样我所分享的大家听得懂这个叫做法随配对成功那大家再把它拿出来用出来这叫做法随移植成功只有配对成功还不够还要移植也成功这样慧命才会有救那闻法过后还要懂得用法，用得出来那就变成你的智慧了，用不出来那还是别人的智慧那能把佛法拿来生活中实用跟妙用，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嘛。那做到改变呢，那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只是拜拜就想要来改变人生或改变命运，这个叫做水中捞月，或是拿竹篮子打水这些都是用错方法而徒劳无功的事情所以证严上人才说，不是拜拜拜，而是改改改其实严格说来了拜拜也不能说不好或不对，因为毕竟拜拜也是一种祈祷的方式嘛。然而如果拜佛者尽管拜得很虔诚但却拜中有求求什么？求健康啦，求长寿啦，求消灾，求延寿求那发财，求功德也就是以个人的功利为动机而去拜佛跟拜神这个也叫做有所求。即使求到了，这也是你命中本来就有的，不是你拜拜的关系你命中有的，即使不拜也是会有啦。如果是命中本来就没有的，你再怎么会拜也是得不到所以正信的宗教都必须生活化，佛法也要生活化，不能神秘化或者庸俗化。神秘化就是已经在学佛啦，还满脑子鬼神的东西跟鬼神扯不清连儒家的孔子都劝我们要敬鬼神而远之嘛就是对鬼神还是要心存恭敬但要保持距离不要跟他牵扯不完那庸俗化就是说很会求佛却不学佛，很会拜菩萨却不改习气这个就是庸俗化了。那有些人由于学佛不深入，无法了解佛陀的教法，以为信佛就是要拜佛啦、放生啦或者印经书啦才对。那对那些济贫教富啦、救急救苦救难的等等的工作呢认为那只是人间事不是很重视其实佛陀在他的弟子当中呢，也是特别赞叹那些具有菩萨精神的实践者而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修者
所以说，人间不能离开佛教，佛教也不能离开人间的。那其实这就是印顺导师啊，跟太虚大师他们这些高僧大德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的思想啊。如果没有造行善布施之因啊，或者未曾累积善业功德啊，这样跑到佛菩萨面前又拜又求啊，这个叫做缘木求鱼啦，爬到树上去抓鱼啦，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佛教不是世俗交易啊，不是你烧的香烧的越多或拜的越多啊，佛菩萨就会越加持你啊，不是这样子啊。要了解佛法的根本道理在于因果，因果是你相信就有了，你不信的话，那当然还是有，是亘古今不变的真理呀。所以你的命运、你的福祸，不是佛菩萨能决定跟改变的哦，是你自己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了啊！相信这样的道理大家能够理解。佛菩萨再怎么神通广大，也抵不过你自己的因果啊，所以才说神通抵不过业力嘛啊！所以不要去质疑为什么我拜的佛菩萨不灵啊，应该我们要自我反思检讨啊！诵了几十年的经啊，从来没有布施过啊，念了几十年的咒啊，从来没有实践半句话啊，烧了几十年的香啊，从未消灭嗔恨心呐，拜了几十年的佛啊，从未拜双亲呐，放了几十年的生呐，未减心与昏，磕了几十年的头啊，未感一人恩呐，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啦，再修个亿万年呐，还是愚痴人呐。以上这些呢是警示真言呐，值得我们警惕。那无论你信佛信得多深呐，拜佛拜得多虔诚呐，如果是知见不正呐，知见不改，脾气不改，恶习不改，这样即使每天抱着佛大腿啊，整天守在佛菩萨面前呐，也没有用啦。有一个人呢，到寺院里面呢去满腹牢骚跟怨气啊，觉得自己拜观音菩萨好多年了，那菩萨呢从来没有示现来帮助自己，于是呢这个人就懊恼不平了，觉得拜佛没有用啊。那当他这样的抱怨的时候呢，老和尚见状啊就对他开示了跟他讲啊，求人不如求己啊。真正能改善自己命运的人是自己，而不是菩萨。唯有自己很了解、很清楚自己的习气跟缺失，再借着虔诚礼敬诸佛菩萨来洗涤自己污秽的心灵从中启发自己的善念，再经由这一念善良的本性来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样的礼拜跟拜拜就有效。老和尚这样的开示很有道理，只会拜但不会改，这样再怎么拜也不见效。相反的先改再来拜这样拜就比较有效，因为会加分其实离佛菩萨最近的人呢，不是那些整天在佛菩萨面前磕头拜拜的人或把香炉点的把香炉里面的香火点的那个香烟缭绕的人不是这样的人而是真正在行菩萨道、慈悲又无私奉献的人这才是最接近佛菩萨的人因为这样做才会与佛相应如果我们肯在生活中给别人方便，服务别人并广结善缘这样即使没有烧香拜佛，也是可以福德深厚，诸事顺遂，逢凶化吉所以星云大师曾经开始说，想要发财就必须广行布施跟勤耕福田想要有好人缘就要多为人服务，给人家方便。想要有好名誉
就必须有好的人格跟好的修养跟道德并且说经济有经济的因果信仰也有信仰的因果佛教不是保险公司拜佛也好，学佛也好，还是不能挂没事牌因为人生无常而且因果是历历不爽也不容把它错乱以上这一段是星云大师的精辟的开示很会拜不如很会改。改什么？改观念、改习气、改习惯、改个性等等但是偏偏改变或者改革很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比较会倾向于墨守成规、死骨不化、死搬教条、抱残守缺等等尤其是习气到死都改不了但也不能说难改就不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学佛又是为哪桩呢？所以才说修行难呢，是难在习气难改了，也就是本性难移的。然而，只要有心去对治，这本性还是可移的，还是可以改。说难也对说易也对非难非易系于一心，有心就不难了。各位其实可以看看很多宗教团体里面呢，就有很多浴火凤凰跟顽石点头的励志故事这些都是本性可以改的最好证明嘛。所以学佛也好，学习也好，要能够抓住正确的方向，跟正确的方法，以及正确的理念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看到成效。那理念跟方法或方向不正确，那就会事倍功半原地踏步，造成一事无成更严重的是反其道而行也就是努力在跑错方向越精进反而越偏离正道这个就很麻烦了。那其实这个也是学佛不能进步的原因之一啦。所以只有精进还不够，还要正精进方向跟方法都正确的精进，才叫做正精进否则就变成邪精进了那个偏邪的邪或者是有邪念那个邪都通了所以学佛不能只是偏重在拜佛跟求佛这样就是理念跟方向错误了。拜来的跟求来的，甚至是真来的，都是假的，唯有做来的才是真的这就是亲手遍布施才是实做实得啦，分分己得啦。所以学佛都是讲多做多得少做多失也讲服从做中得欢喜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强调做。那菩萨道更是强调什么？难行能行很难做还是要做没有说难念能念因为口号呱呱叫是很容易要行动也对号，这个就不容易因此呢，身体力行跟实际体验是学佛很重要的理念跟依止即使老了啦，志工做不动了啦，也不要一直待在家里还是要出来入人群，给人家看，没有脱离人群，那这样也是一种度众跟广结善缘我们平常很多人都会讲有拜就保庇啦，有拜就有保佑啦，不能说这句话不对啦，因为这也是一种宗教的信仰嘛就跟礼佛拜佛一样嘛，是学佛过程中的一种行仪那透过这样的仪式来表达心中的虔诚跟恭敬嘛。不过修大乘法门的教徒对有拜就有保佑都有拜就保庇这句话是持保留态度甚至可能无法完全认同因为修菩萨道法门的人呢，他们是比较相信有做才有保庇啦，有做才有保佑啦，有没有做才是消业的关键有没有拜还不是关键因为不只是好人在拜在求，坏人也在拜也在求在佛桌上神桌上放2粒苹果要佛或神保佑他全家平安，事业赚大钱
子孙考试还要第一名啊！各位同学，如果你是那尊神或那尊佛，那2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你2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是拜那个人自己吃掉啊，哪有这种如意算盘的啊？哦，那这是好人在拜在求，那坏人在求什么？求这尊佛或这尊神啊，保佑他们啊，因为明天一伙人要去抢银行啊，到时候呢，请佛菩萨保佑一切顺利啊，一切无碍啊。那如果连这种坏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就因果错乱，天下大乱了，不是吗？对不对？其实啊，我们虔诚礼拜，那也只是一个结安心缘而已啦。希望从拜拜跟祈求中呢得到心安。什么是安心缘呢？生病啊或临终的时候呢，接受皈依三宝啊，这个就是结安心缘了。不过意义不大啦。就好像注册啦，你到处注册，可是都没有去读书，注再多的册也没用啊。也有人认为自己业障很重啊，想透过做法会啊来拜拜来消除业障啊，这个也是一种解安心缘的作用啦，没什么作用啦。不过我们也不能说做法会或拜拜不好，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讲啊。因为有些人就是要做了法会才会比较心安这就是安心缘不能说不好或不对了，只是不够就近没有对症下药的意思啦。所以既然来学佛，就要了解正信佛法的就近之道是什么，也就是目标要精准要抓到重点。那这个道理清楚了，才不会倒果为因因果错乱也才不会知见颠倒那知见颠倒也是一种苦难观念不正确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苦难那还有一个道理呢，我们也是要清楚，拜佛或拜拜不能有对价关系只是在求佛菩萨对我们保佑啦那这样就是变成有所求了这样就不对了。也就是说，如果佛菩萨能够保佑我，我才要布施；或如果佛菩萨能够帮我解决困难、消除灾厄，那我就要吃素3个月；或生病的时候求佛菩萨保佑如果让我病好了呢，我就要布施一笔钱；或者生病的时候呢，想布施一笔钱希望能够解除病苦等等这样子的祈求就是有对价关系的。则所求之事就不灵了。灵不灵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做，而且还要做在先做可以来顿就是这个意思嘛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无常发生了才来有所求的做捐钱也是一样啦虽然还是比没有做来的好了，比没有捐来的好了，但是这个时候业报现前了，已经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啦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虔诚祈祷诸佛菩萨给我们力量，协助我们度过难关，这样子的祈祷是有需要的，不能说这样不对或不好，不可以，但是不能透过祈祷呢跟佛菩萨谈条件如果你让我病好了，我就要捐多少钱吃多久的素这样有对价关系，就是落入有所求了。有所求就得不到无所求就得到，微妙在这里的。当年我家师姐在花莲慈济医院动脑下垂体手术的时候呢，她要我向上人请求，希望上人帮她加持结果当我向正言上人请求时上人对我开示说道：“你去跟慈路讲，慈路是我家师姐的法号了你去跟慈路讲。”他在慈济里面所做的，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加持，不必师父，他自己就可以替自己加持。讲这句话，那这句话是铿锵有力后来手术过后呢，医生说，还有一些靠近那个脑那个什么视神经跟大动脉的瘤没有拿干净，要靠3个月的电疗来处理我家师姐一听，哇，还要电疗3个月，心里又开始七上八下了。后来上人来探视的时候呢，就对我家师姐开示上人说慈路，你要了解佛法，要了解生死，
你要相信你在马来西亚帮助那么多人，也救了那么多人。这个时候，你更要相信自己可以救自己啊！这一句话也是醍醐灌顶的，激励人心呢。开刀前提醒他说自己可以替自己加持，现在又说自己可以救自己。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呀，要加持自己跟解救自己，就是要靠实作，靠身体力行，不是靠拜跟求啦，或靠别人加持啦。要靠自己所造的福来消自己过去所造的业，这样才是正办呐，才是正办，才是稳当啊。其实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啊，自己做菩萨就是自己身体力行去付出嘛，所以才说自耕福田，自得福源嘛。即使你因为拜佛求佛而得到佛菩萨的加倍，你感觉到了佛菩萨给你加倍了。其实追根究底，也是你自己做来的啦，不是因为拜而得到的啦。曾经有一位老菩萨呢，抱了孙子来见证严上人，他对证严上人说：“师父，我这个小孙子出世呢就是体弱多病，可不可以请师父在我小孙子头上呢加持一下，让孙子能够健康起来？”那证严上人就回答他：“我自己身体也是不是很健康啊，心脏也不好啊，有时候也会生病啊。如果手放在头上加持一下，病就会好，那我何必去盖慈济医院呢？”这句开示是幽默中带着智慧啊。自己的坏习惯不改，错误的观念不改，只知道改名字、改风水或求神问卦。这样再怎么拜，再怎么求，也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的。这个就是愚者命运呐。愚痴的人往往被命运操纵的意思啦。相反的，付出行动去做，去弘法利生、行善造福，做久了自然会否极泰来，最终也会消灾解厄而翻转人生呐。这样就是智者运命呐。也就是有智慧的人呢，操纵自己的命运呢。那智者跟愚者就差在一个是做，一个是求啦。上个月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杨紫琼小姐搭专机来花莲的金狮金色拜见证严上人啊。那我也负责去接待嘛。那证严上人对他慈示说道：“你要利用。”最后了上人要开示的，你要利用你的高知名度，去创造高影响力，透过影片登高一呼来导正人心、教化人心这样也是功德无量的。意思是说，不能只是为自己的知名度而做，要为影响大众人心而做。杨紫琼如果要做的话，那国际巨星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那天呢，他们一行人要离开金色之前呢，上人温馨的对他们辞示希望他们能常常来金色，也期许杨紫琼能发挥他高知名度的优势，来影响人心跟教化人心如果能做得到，那将会是他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之后呢，超越事业、提升到事业的新的里程碑就像他2年前在吉隆坡的这个大水灾的灾区里面跟着慈济志工去灾区打扫那个画面呢，至今的深植人心，尤其是马来西亚人更是津津乐道证严上人在所著的这个法譬如水这个书中提到要用智慧去处理我们的业障才能有效转化业障如何用智慧处理呢？就是用感恩心跟欢喜心去接受，并说消业跟消苦之道呢，唯有甘愿，若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证严上人才会说甘愿做，欢喜受嘛。意思是说自己是心甘情愿来做志工的，如果碰到不顺利或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是要自己欢喜接受，这样才会越做越有力，越做越欢喜可是这句话呢，不能够颠倒念
如果把它念成欢喜做甘愿受啊，这样就不对了哦。欢喜做甘愿受的意思是说啊，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不是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情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一意孤行啊，等做出问题来了才说啊，我甘愿接受了。那这个是有一点任性的性质在哦，这样就不好。我以前啊，有听到外面一些人啊，把正言上人这句话哦拿来警惕自己啊，结果念颠倒了，意思完全不一样哦。所以甘愿做欢喜受才是正确的句子啊。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脾气要能够控制得住，就要做好情绪管理。脾气也是一种业力啊，脾气来了就是业力现前，要消业就要能够忍得住脾气，脾气一发泄出来就是百万障门开啊，就是情绪失控了嘛。所以能够忍住脾气或控制脾气，也是一种消业、改业跟改业之道啊。这个就要自我提升、自我充实啦，这个就需要改，不是在寺庙里面拜啊，或者求，这样子还是没办法得到改善的。唐朝法眼文艺禅师就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了：“师父，什么是人生之道？”那法眼禅师呢，直截了当就回答了：“一愿叫你行，二愿也叫你行，啊，自己有在做，一边做一边改。”啊，这样才能改变业力，而改变命运啊。然而，不正信的人呢，还是会选择用嘴巴去念哦，用拜去求哦，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呐，所以叫做易行道嘛。那身体力行去实际体验，甚至还要在人群中磨来磨去啊，这个比较难呐，所以叫做难行道嘛。虽然难行，却比较容易成就。所以菩萨道的难行道也是究竟之道。菩萨道法门的理念是什么？行而无信愿不得成就，信愿而无行也不得成就啊！所以一旦了解实作实得的重要性之后呢，还要知道必须信愿行三者兼备啊，才有资格说自己是行于菩萨道上哦。不是说做志工、参加活动或行善布施就叫做行菩萨道哦。这样还不够哦，要信愿行三个都具足啊。但严格说来了，三个条件里面呢，以身体力行为重中之重，也就是这个行动的行啊。要身体力行的话，就要精进啊，不是有做就好，还要精进的做，精进就可以断烦恼啊。因为精进的人就会生活很充实，很忙碌嘛。因为忙碌忙到忘记烦恼啊。忙到没时间烦恼啊，就是靠精进心去达到转念的目的啊。所以有意义的忙碌就是精进啊，精进就是方便法啊。因精进而断烦恼，就是从方便走入真实啊。总而言之啦，念佛啦，不是念给佛听，而是念给自己心中的自信佛听啦。拜佛也不是对佛有所要求哦，而是提醒自己要改往修来啊。求佛也不如求自己哦，往内自求，求自信三宝啊，这样才是正信、正念、正知、正见。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不是拜，而是改啊，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